大家好，我是 Evan 刘宇仁。那今天就是轮到我来跟大家做分享哦。那这次其实是我那个上礼拜去南投参加一个就是训练，然后3天，然后没有特别学到什么样特别厉害什么样的 AI 工具，但是学到说怎么样去把问题，就是利用 AI 的工具去帮忙去看得更加的分析，先就是更加的透彻哈。所以就是跟大家去分享一些方法，那个方法论的问题啊。那因为刚好那时候，因为第一个就是说可能就是我看主管可能就会想说，哎，你 AI 班不是没什么业务嘛，所以这个其实也是我的一个痛点，好像是就是那时候就刚好就是想好，那我就想说好，那我看到就是那个浩凯他们其实那个他们就是他是浩凯是坐在我对面，他现在是 EIC 的价值科的台柱，但是他们价值科除了仓储之外呢，就是另外一个大宗是国际疫情做国际疫情的同事就很辛苦，来来去去，然后留不住人，然后就想说到底问题在哪边，然后就想说好，那就是啊，可以跟说是有声音的吗？我们不知道听不听得到。应该有声音吧？对，应该有声音。那个就是，假如是那个用这个就是用这种设计思考的方式，有没有办法来将这个问题做一些拆解，或者是说，假如是说现在 EIC 有一个计划，打算是要把国际型的整个流程变得更加的数位化，跟那个就是比较有一个好的一个资料治理的一个设计。那在这个前面的初期的话，我们将这个问题拆解的更细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有更大的帮助？然后，那所以就是我是从我的观点，然后有些东西可能是过度的夸大，或是跟现实不一定相符，但是就是拿一个例子来大家再看看说，那这样子的话，这个问题怎么样去拆解？那有哪些的方式去看这个问题？然后你怎么去构思说这些 solutions？那最后说到说，你假如是说，哎，你的那个你有这些解方的时候，但是你这时候，万一是说你想要提出一个比较资讯的解法的时候，你又不知道说你这个东西的解法是不是可行，那是不是有办法请 AI 先帮你做一个就是 prototype？那这样子，实际上是不是可以做到？那我们等一下就是会做一些 demo，然后也会 demo，就是我在前2周的时候做了一个就是线上的 demo。那所以就是设计思考，那我相信很多人都做过，但是传统的设计思考就是你要叫很多人过来，好，那大家就是可能就是先站在这些就分成小组哈，那先站在这个海报前面，那大家手上第一件事就是会发给你很多的那个 3M 的那个就是那个便利贴，那开始你就是就每个人的角度，你从不同的观点。然后去从这件事，或是从这个人，你去设身为他去想说，那到底他遇到什么问题？那他有什么痛点？有什么困个就是可能什么就是影响的，让他觉得说不舒服的地方去想，然后去把它列出来。列出来之后呢，就是开始就是会去想办法去定义问题所以然后接下来就说帮他找解方。那找解方的时候，你再下来就还是要再收敛，然后成一个就是说好，那我一个这个解方可不可以是先排序说好，那先有一个MVP 好，一个最小的一个就是可行性的方案之后呢，再做一个比较大的系统。那所以设计思考的跟其他的方式不太一样，是说那有些时候你遇到一个问题，那你可能是长官丢下来一个问题，或者有时候你是从那个就是 bottom up， 就是说大家想集思广益我想象当中这个事情应该可以怎么做。但是这个设计思考特别强调是说以人为本，所以我们刚才前面讲到是说，你要先从这个你的那个就是直接的那个出问题的这个使用者，从他的角度去同理他是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那这样子你找到的这个痛点可能是会比较接近真实的状况那我们他当然就是说，另外就是除了就是这个使用者之外呢，就是你需要去理解他。那另外一个就是说，那我们这时候需要更多人一起来帮忙看从不同角度你也许你今天是资讯专业，也许你是一个负责
管理的长官，那也许你是一个做其他业务的同事，那但是你有不一样的思维或是角度，好，那你都可以一起来 join。那接下来就是说可以将这些东西去实做，但是现实上呢，就是你要做一个设计思维，那通常都是用至少半天一天以上的时间，而且通常要找人一起来做。那所以就是说，那这时候有 AI 的话，等一下我们讲到说，那其实 AI 可以当你的分身，可以当做你去帮你去发想，或是甚至是去帮你去那个想到说那可能的一些问题。那也就是说是你在做设计思考的时候，就算是你今天是一个真人都有参与的环境的时候，在那个紧张的环境下面、气氛下面，加上说你可能是被要求说很短时间内啊，我可能是10分钟、30分钟，那大家把你想到的问题都把它写在一个就是便贴上面就贴上去。啊，在这个时间紧张下面的时候，你本来想到很多，突然间脑袋变空白了。所以说这时候你不用担心说那个就是 AI 是不是说想不到，你等下我们就看到说一些 AI 可以想到更多的一些情况。那在那个就是这些帮忙思考的方式，或者说做这种系统设计的方式有很多种。好，那设计思考是其中一项。好，那是从人去出发。那但是就是在开发上面的话，就是我们有一个叫做就是 Lean Startup。好，那就是说你先做就是反正我有一个想法，我就先做出一个就是一个 MVP， 就最少可行的一个产品跟验证，然后去快速去想说啊，让你这个假设是不是 OK 可以往下做。那接下来就是所谓的就是敏捷开发。好，就是那这个就是它其实它是也没有说特别的那个是说谁比谁好的，是说这个是一个就是一路走来，就是比如说好，当我从设计思考之后，我想到一个收敛到一个解法之后，我先去做一个所谓 Lean Startup， 先去尝试去看看说，那这样子我自己做看看，好像可以成功。那接下来就是我就是按照我的这些我的那个就是整个服务的蓝图。好，那将我的产品就是按照这种敏捷开发去整个去做一个 pipeline 就排序之后呢，就是我先按照说我最需要是哪几块，那就是我一块一块的做，那我每做一块就上线一块，那就是到最后就是说整个都去拼凑起来成一个就是正式的系统。那不会说像过去说我一定要把全部的规格开得清清楚楚，那我要把全部的每个 component 每个模组都开发完毕之后我才能上线。但是现实上就是说，那你有可能说，那你今天做了一些功能模组，那遇到说那一些需要微调的时候，那你这东西可能就坏掉要调，但是就变成说，但是其他的模组可能就是在等这个模组，那这边说整个系统就是一直卡住，那你可能花了3年4年，就还是不能上线了。那可能就是以前的开发方式是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新的就会强调说这种敏捷开发。那另外等一下我们会讲到说，就是Double Diamond 的这种另外一个就是帮助你去做一个思维的收敛跟解法收敛的一个设计。那这个是设计思考的5步骤。包括一开始就是同理使用者，或者你要透过访谈观察，或是说就是想办法去知道说你要帮助这个人的一些真实情境。他发生了什么问题。那接下来就是你要去收敛问题。就是说你要去定义说，那这个可能是这个问题是可能的一些痛点是什么。那这个痛点的预期的那个 gain 就是你有 no pain no gain。所以你有 pain 才会有 gain， 就是你的 pain 对应到什么样的 gain， 你预期说你从这些痛点会得到什么样的一些解法，会有什么样的好处。那接下来呢，就是说你开始要去发想，就是说到底怎么样去解这些就是所谓的这些痛点。那你的想法的话一般就是说这时候就开始大家就会想说可能有一些方式，但是你等一下我们就发现说在 AI 在这方面帮助很大。要怎么做。那接下来就是说另外一个就是我可能就是需要做一个原型出来之后，那再去做一个测试。所以后面其实跟前面的那个开发方式就是会连接在一起。那所谓的就是双钻石模型，这个是 Double Diamond。那这是一个英国的一个设计方式，它跟那个所谓的设计思考其实是两边是互相互补的。你可以看到说它的方式就是一开始就是做发散，也就是说去跟使用者去做访谈，去探索所有的问题。所以他现在是去做一个就是问题的探索之后呢，那再做一个收敛。也是那接下来就是说我根据这些就是定义完之后的问题呢，那就是去开始做一个图形的发展。那发展之后呢，就是开始去做一个 deliver， 那就是再开始做这个迭代的一个收敛。所以它是一个looping，就是一个一直不停持续的一个循环。
那但是跟这个设计思考其实是搭配在一起啊。那你可以想象就是说这个所谓的一个 double diamond 这个设计方式是一个算是一个所谓的思考的一个就是 roadmap 啊。那就是设计思考，就是说，那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可能会产生阶段性的产品什么，譬如说我可能会在这个第一阶段的时候产生出一个就是同理心地图。那根据同理心地图之后呢，我去做出一个就是所谓的一个 user journey 哈，将使用者的一些问题去收敛啊，看它的真正的 pain 跟 gain 是什么，那之后再去做一些发展。好，所以这两个其实是搭配在一起，并不是说这两个是一个所谓的各自独立的一个所谓的一个思考方式。那那个方法论，我觉得这个大家就会觉得很无聊，我就讲快一点点。好，那所以我们假如说以一个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设计思考的，那帮一个国际疫情的监测走一遍的话，那他也许就是说一开始就是我们就会跟着那个就是一个监测的国际疫情监测的同仁，那一开始就是坐在他旁边，然后跟旁边看，好，就是说他什么时候开始，那时候他每天在做什么，然后什么东西造成他最大的困扰，那这是一种方式。那当然你也可以就是说像传统知识大家聚在一起去贴便利贴的方式去做一个发想或者做一个就是问题的一个想象跟一个收敛这样子。那接下来你要去定义问题说，那可能譬如说我这个问题可能就是说就我们同仁是需要有一个就是比较好的一个自动会诊方式，把时间是留在说就是判断说这个研判这个就是或是做一个就是快速评估说这个疫情到底重不重要，那不是说花很多时间在说我去把各种来源的资料去再做翻译然后再做一个什么贴来贴去这样子的事情。那接下来之后，可能也许是说，我们就开始想说，可能他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那怎么样去帮他去做啊？也许是说，那是不是可以帮他去那个爬虫就是除了爬虫之外呢，是不是有办法帮他去做一个去重复？那帮他去有个方式去找说，这个疫情可能是过去有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那怎么样去对接到说那我可能过去有个资料库。那这个东西是不是一个异常的讯号等等？好，那接下来就是你根据这个一个发想之后，你去设计你的原型。好，那这个可能是先是一个可能是一个所谓一个 wireframe， 就是一个所谓一个草图，或是说你开始就是有 AI 开始的时候，很容易就帮你可以做出一个就是可能可以就是像是真实的一个原型，那你就会有一个那种感觉。那感觉之后，你就开始想说，那是不是开始有办法说，那我做一些比较小的部分去测试看看，说这个是不是真的是有办法搬上同仁这样子。好，那一般我们讲的是这个同理心地图哈，所以它这个分几个部分，就是它会就是说，这个使用者怎么说啊，怎么去想，怎么去做，怎么去感受，就是会有就是 says thinks 或是does 跟 feels。好，之后呢，就是你会看出它的 pain 是什么它的 gain 是什么。好，那这边就是也许它就是资料对不起来，然后或者说这个是不是又那个假日的时候可能会是不是又漏掉一个什么一个是很重要的疫情，然后都会被骂。然后接下来就是说，我一直要贴来贴去，那也许要是做摘要，那或者说那个时间也很赶，那一下子说这个长官要这个格式，这个要那个格式，那这个长官又要什么什么的，真是很烦。然后包括说假日就算是有人班，但是我就整个时间被绑住。加上我可能就算我没有人质，那我也许也可能需要知道说到底发生什么，要不然轮到我的时候，可能又弄出一些重复，然后可能被长官骂，所以一直从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就是觉得说好像感觉是一直被指责的感觉哈。那所以他们会有什么样期待？就是说做这个会诊，好，那接下来就是做一个使用者的旅程，好，那就是你可以讲说帮他的整个过程当中，譬如说假如说是今天是一天的 scale 化，好，那譬如说他这个今天。从开始上班到下班，他到底是到什么时间点，他的情绪他的这个他的 mood 开始 down， 好，比如说他开始就是一直要整理很多的那个来源的资料，之后一直去重复清理，然后要去整理，然后就是可能就是非常疲累，然后一直到下班才会稍微比较快乐一点点这样子。那这个过程当中，譬如说好，我遇到这些痛点之后，那我就开始想说，这个有没有哪些的机会？好，哪些东西？譬如说，这个是它有格式不好之后，我是不是可以帮他做一个自动化会诊？然后譬如说，它资料重复多时候，怎么样去自动去重复？是不是有做一个比较好的资料标准？那这个进来的格式会比较容易去做一个后续的处理跟分析。那是不是可以有一些 AI 的帮助去做一些就是 AI 的快速评估？好，那再交给人。那接下来就是说，那我这个出报告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很快的，就是说可以一键输出到各种不同需要的一些版面版型，就是要的报告。那
我们再看一下 AI 怎么去加速这每一段哈，就是说这每一段其实都可以帮助，包括说我前面的去帮你做整理，那就做定义、发想、原型跟测试。等一下我们会有一个我做好一个卷给大家去做测试哦。那所以就是实际上你也可以就是不用这个方法，就是你可以自己问，就是按照我们的设计思考的方式，你一步一步的去贴，像你就跟那个 AI 去对话，那其实也可以做到跟我一样做的事情。那我先讲一下，就是说好，那我在那个527到529的时候去做发想的时候去做什么事情啊？那其实我觉得那个训练呢，其实是那个于能科长是按照我学长，因为他是第一期，就是2年前就参加，但是那个整个训练呢，基本上就是一直在教你在做发想跟做报告，所以有个人报告也有团体报告。那但是就是说，就是训练你怎么样将你的遇到的问题很快的去收敛之后呢，那就是报告，那整理出来成一个可以报告给同事去争取说啊这些机会，或是争取一个计划的一个方式。好，所以像我这样子的一个，就是我先从我自己的角度去想说，好啊，国际性可能需要怎么样？那它的痛点是什么？解方是什么？那 who what when 啊，就是就是5个 WEH 好，那就是按照这种方式去看说这个 stakeholder 是谁，然后去做这样子的一个报告整理。那之后去规划说，譬如说我那个就是第1阶段、第2阶段、第3阶段要交付什么，要做什么。那所以那你的那个就是你的 KPI 你的 OKR 是什么？那所以这个就是整个就是他要求我们就是弄成一张的报告哈。所以我觉得大家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也蛮好，就是说让大家去收敛说，那有些时候我们想说，哎，我想要用好几张的简报去讲，可是说当你只有一个机会，就很短时间，譬如就3分钟要跟人家的报告的时候，你是不是可以用一张画面把你的需要的问题需要跟大家讲东西指标能够去整理出来。那这个简报是这个整个都是靠做的，那所以假如是觉得说这个很厉害，这个其实都是靠厉害。那原本来就是比较难控制，但是用 Cloud 其实它是可以帮你那个就是说 IP 我这个版面这块要多一点的，这块少块一点，这个怎么挤去怎么挤，我全部就是出一张嘴就完成这样子。对，所以可以考虑。那这边有一个 artifact 我不 demo， 因为这个是比较基本版的。那接下来就是说接下来就说好，那个就是我的报告之后，那开始我们的 team 因为大家有分 team， 那大家就觉得哎这个方向是可以，那你们这样说好，那我们就往这边做下去所以就是我们就想说好，那因为这个好几个步骤其实是需要做好几块的那个处理包括说我主要去就是去处理资料，做 risk assessment， 那去做一些审查，那去做一个就是后面它分流、它发布，那就是每一块其实都是可以当都是一段的一个 AI agent。但是你说的它是不是真的需要到所谓的一个 LM， 或是说它只是一个所谓的一个 rule base 的一个流程等等，那这个是不重要，这个是说，那但是概念上面就是说，那我会把这个事情拆成好几段，那这几段中间的话，就是我希望说，哎，那个知道说 stakeholder 是谁，好，那是他们各需要什么事情，需要什么样的产品，那另外就是说，我知道我的痛点是什么，好，那所以是那我希望说，譬如我原本期望说，那是那个需要这个就是这些时间那这些痛点，那是不是说那是不是，譬如说这边就是我可能会说，譬如说境外的一路不应该说是国际疫情发生什么时候比较晚知道，或者说长官会抱怨说他比媒体晚知道或者说因为很多东西是说要不停的成核，所以这个东西出来就是说都已经没有时效等等问题。那所以我要是会去画个同理心地图那就是说这就是 AI 画的，就是他将我给他的一段的描述之后呢，他去整理所以他就跟你讲说，今天这个是怎么样，怎么那个就使用者怎么想，就是我们的就是负责国际疫情监测的同仁他可能就是会去怎么样的抱怨，心里的感受是什么，然后怎么样去做。那接下来呢，就是说我就是会画一个使用者的旅程那我最后一个就是这个，我觉得这个不管怎么样，是我前面再怎么胡乱说，这后面是真的，就是我那个EIC 的那个就是价值科的离职率很高这应该是超越那个全属平均那所以当我看到 AI 写到最后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说，那现在其实 AI 讲的那个就是那个大概50%是真的这样子。好，那但是他是跟你讲说，这个曲线可以逆转这是说蛮有说服力所以你就发现说，这个东西全部都是 AI 画的。那就是他就开始帮我讲说，好，我怎么样去设计一个就是所谓的就是 workflow 因为你要设计所谓这个 agentic AI 的时候，那你要设计这个 multi agent 的时候，你要先定义出来你的那个工作流程是什么。
那比如说你哪一段需要什么样的 agent 什么样的 AI 去帮你做什么事情，你要是 multi model 去处理多少那个不同来源的资料，或者是说中间你需要有一个人去做审查，比如说他做完了一个风险评估之后，你要人要去看去确认，那或者现在你要去撰稿。那你有不同产品说，那我们正常流程也是会有一个长官审核嘛。比如现在只是说我这段流程是做完之后，人再去看说是不是可以去做发布，发布给谁，那长官也是去决定，然后之后就发布，然后发布的时候也是利用 agent 方式去帮你做一个发布。那接下来就说，那你这个资源，那你就是一个在资料截取的时候，你就可以设计一个 multi model 的一个就是多来源的，就是多模态的一个就是那个 agent 帮你去做资料截取。好，那另外一个是说你在撰稿的时候，也可以根据你不同的受众需要做到说，他们需要什么样的产品。那接下来就是说，那我就是设计了一个不同的一个就是国际疫情情境了。那另外一个就是为了说，因为我们那个组刚好来自不同的那个单位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就是假设一个登革的情境，就是说万一说这个就是进化变本土的时候，那我怎么样去做出一个跨部位的应变？那我在想象当中是不是说未来是不是有可能有一个 agent to agent， 就是说比如我的那个资料怎么去跟那个环境部或是跟国防部跟这个所谓的就是那个其他单位去做一个agent 之间的一些协调，因为也许是说我今天有一个风险的时候，那我可能是一个需要就让他们做一些额外的行动，然后在国家财产署可能就需要做一个空地的一个独资的一个赶快速的去收集。然后就是你要去化学兵就要决定说出多少人，要多少的机具，那或者说在国际贸易署就可能需要一些化学药剂的快速审批，好，那外交部可能就要提升一些旅游警示等等之类的东西。好，那这个就是一个交付。我先看一下大家看一个 demo 哈，那这个是我实际上就是请 AI 去做一个 demo 哈，那大家可以看到说哈，那它其实帮这个整个就是那个整个就是那个步骤，就是整个是建立起来成一个 demo 哈。那它有不同的一个整个 workflow。那我们就看到说下一步哈，它下一步就是开始会去模拟说，就会有做一个就是疫情的收集，然后像是从鼻孔过来的收集，然后接下来去做一个所谓的就是拆解它的 metadata 之后呢，拆解 metadata 之后呢，就是开始去做一个 reg。好，那这个就是它另外一个是做 dedupe， 就是说去重复，那去做一个 reg。好 ，reg 就是比较说，那我这个过去是不是有发生过？那过去发生什么状况？那这个一样就是说，那今天假如说是说，那加斯科想要做一个国际疫情，想要说，你为什么要建这个东西？那它其实就是要帮你服务说，我加速去做一个比对整理啊。那这个东西比对呢，不是人去做，而是交给那个机器去做，就用 reg 方式去做。那接下来就是说你要做一个快速的风险评估哈，那这时候你可以根据你不同的一些 guidance 啊，大家去设计你的自己的一个快速风险评估的一个 weighting 啊，那跟这个就是一个 model。那接下来就是说你再做一个就是 一个就是推估跟研判啊，那接下来就是说那可能他说研判说可能是一个高风险，那现在就进到 human in the loop， 这个 HITO 就是 human in the loop。好，那你就说是不是要同意？好，假设是同意，那接下来就说好，那我就是在下一步就是开始就说我开始要写稿。我说会分流啊，那也许是说我需要到那个就是给检疫哦，就是在那个发烧三节带的资料是什么？那我可能是要给长官的是什么？那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譬如说这个时候就是开始就是说，那我要发布到哪边啊？我可能是要到在那个就是内部，或是说是发布到官网，好，那就是这边也会有个审批的一个流程，就是让人去决定说那要发到哪边。所以假如说我今天到机场的时候，那这个是检疫那个就是在到机就检疫这边跟我们许愿的，目前我们还没有做，但是我们预期未来的话，会有一个面板在这边，就是接EIC 的国际型的相关的一些资讯之后呢，那再结合这些即时航班，那就每个航班依据它的航程，就是会进来之后就会跟他讲说，这个国家过来的时候可能要什么样的风险，然后要注意什么，就是让检疫同学之后他在点上的时候可以知道说，那个这个需要注意什么，那当然就是会有一个模拟的一个就是发送的地方，那跟给长官可能，尤其是说我未来是说可以让长官的 email 里面就会给一个盒子方向的一个批准啊，那就是包括是一些其他的一些 markup。那另外一个是说讲到就是说我有一个跨部位的派送啊，譬如我这个地方就是可能会设计一个 MCP 或是 M2A 的方式派送给外交部那边一个就是负责旅游警示的一个 agent， 那他可能就是要去做一些旅游警示的一些风险评估。那我这边再讲到一个邓哥的群聚化，就是说在这个所谓的应变的时候，那我也可以我未来想象就是说，假如说今天我是 EIC 的话，我还在 EIC 的话，也许就会开始启动这种就是跨部会的这些 agent 之间的资料交换，或是提供 MCP。好，那这不同的部会是未来可能他们也有 agent 的时候，那这 agent 可以跟 agent 之间先沟通 ，agent 先帮他们部会先做好一些
他们需要做的一些规划等等哈。那所以这个是一个我的想象的情境哈。那这是那接下来我们就回过头来再继续哈。那我希望有时间再多讲一点。假如说因为等一下署长找我开会，所以我再讲快一点点哈。那接下来就是说我有一个就是设计思考领导助手，但是这个边呢，其实大家可以去看还原，就是在停于做了一个就是解放灵感拉巴机，它其实也是在帮大家去思考说，譬如说你今天是什么样的职位的时候，那你遇到什么样的问题的时候，那这个目前有哪些的解方啊？它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帮助你去思考的方式，所以大家有空可以去多去玩一玩。好，那另外就是在这个地方，就是我设计了一个就是卷啊，这是等下大家简报我会放在卡背，然后大家可以去点。那我给大家直接看一下，说我跑完是什么哈，就是我把一样的国际疫情的东西，我重新用我这个卷招重新再跑，所以现在开始就做了一个，就是你跟他打说声嗨之后，就开始进入他帮你，接下来你把你的问题贴上去，问题就是讲说，那个家资科这边做国际疫情的分析，同仁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那接下来就是我做一个就是同理心的地图，请他做一个同理心地图跟一个 user journey， 那这个 user journey 就是它就会长得像这样子，就是所以它就是会完整的帮你的那个将你的问题就是做成一个就是旅程。好，那接下来呢，就是我这个先关掉。好，那接下来就是说呢，就是他开始是说，那我跟人家刚才那个请他讲说，那我是不是可以再做那个就是一个就是根据这些旅程痛点之后，我请他发想说，那是不是有些的 solutions？ 那他这个地方就是帮我去找出按照我需要的这个创新性、成本效益、技术可行性跟合理性比，那你可以做一个综合评分跟排序等等，然后继续下去看说这 AI 给你的这个些 solution 到底合不合理，那你喜欢哪一个？点开都有在说明为什么这样子，那这个全部是 AI 产生，就是同一个 prompt 里面就完全产生，所以当你卡住的时候，你可以来看看说这样的卷是不是对有帮助。那接下来是说，他会跟你讲说你觉得哪几个 solution 比较好，比如说你今天挑3个，他会帮你去想，好，那想完之后呢，他就开始跟你讲说，那就是说这个东西，你挑完这些方案，它的就是 pros 跟 cons 是什么？那大概那接下来呢？好，我就下一步就是说，那我开始要去设计我的那个 service map 所以我在服务上面就是规划说，那到底我这边要怎么，那个产品要怎么去，怎么去做，那要去那个就是它需要什么样的就是前台后台的一些功能这样子那细节我不讲，因为时间关系快应该已经有人一直催我来开会了。那接下来就是说会有个 MVP， 那个 MVP 就来看说就是说那。我根据我这些那个就是要做的事情，然后之后我按照它的 impact 跟它的这个就是 feasibility 去排序用一个4个象限去排序说到底哪些功能模组我要放在第一个优先嘛那就可能就核心在这边。好，那接下来呢就是说，那接下来就是说，那我已经有一个就是所谓的 sprint 之后。他就跟你讲说，那就是你的 sprint， 然后就是要交付的产品大概有哪些东西，你就可以很清楚知道说，那你这个 deliver 的东西有哪些东西，你要验证的是什么？好，当然是包括说你要验收嘛，因为我们假如说你这个产品要验收，你就这东西就在这边。然后接下来呢，当然就是说最重要的是说我们要做出一个实作，那这当然就是 AI 也是很厉害，就帮你做一个 markup。那所以这个东西呢，就是很快，就是你会发现说，它去帮你做一个 markup。那有这个监测仪表板，那你要看到什么这样子，那这是一个可以互动，然后甚至是说，我要启动一个长官的视角，然后再做一个 AI 解码，就是说，那你去做出一个长官角色的一个产品，那或是说我的那个加入人质之后会决定说哪些东西是重要的产品，那我就一个开关决定说，那怎么样的情况下来炒我这样子。好，那最后呢，就是我一定要赶快结论所以这是一个这个设计思考是。把那个同仁的辛苦当作是真正要解的问题所以其实 AI 目前是很喜欢听到说，大家有遇到困难，遇到困难的时候，然后孤立无援，就那之后我们就会想办法，就是说看你的问题是什么当然我们的快乐来自于说你们的回馈这样子，就是当你们变得很快乐的时候，我们也会很快乐这样。好，那所以就是今天很快速的报告，因为今天没办法让大家问问题，因为我要去赶2点另外一个专享会议，那就是。这个简报，这个等一下晚点都会再贴给大家。好，那就是以上这边，谢谢大家。